女生不能提太多要求，要男生护着你。但在我的就是成长例子当中，要明示。所以想要去改变父母，基本上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心理学是真的，谁痛苦谁改变。欢迎来到 Oh My Great 的播客节目。然后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我们要讨论一下情商。今天我们就邀请了两位也有很多关于情商的经验的女生，然后来到我们的播客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一位是我们的 Jasmine，以前也来过我们 Oh My Great 的，然后她自己本身是一个心理学家，等一下让她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另外一位是 Zoe 呢，她也是一位创业的女性，然后她也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在我们的眼中，她就是事业又有成、家庭又和睦的一位这样的成功女性。所以今天我们有两位这样的嘉宾，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情商这个话题。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方婷，我是香港来的辅导心理学家，然后也是在培训教育行业做了超过14年，我自己也出版过超过14本的作品。跟心理相关的、教育相关的。我是 Zoe， 那我自己呢？我有2段婚姻，一个小孩，一条狗，一个事业。这样听起来就已经有很多故事了。那今天我们其实有一些话题想问的，就是第一个的话，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情商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听过最好关于情商的解释，就是让自己也让别人去舒服。我觉得是由内而外，就是对内是大家看不到的，所以对内对自己是要真实的表达，就是心里的想法表达出来。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情商它更像一个技能。就是我自己看它，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情商不是一个特别高的人，然后长大了以后通过一些锻炼以及反思，然后慢慢的变成可能在别人眼中可能是情商比较高的，比较会照顾别人感受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是情商这个事情是一定要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完全表达完整。我觉得在我的眼中更多的是如何让别人舒服，对，去接受一些信息，而一些可能会让别人不舒服的信息就是直接不说。但是我觉得听完你们两个的解释之后其实是相近的。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印象最深刻的别人做过最低情商的事情是什么？我感觉其实很多人觉得低情商是对外的，就是对人其他人讲的话可能回应不是那么好，但对我来说其实低情商也是对自己就过分压抑，也是低情商，伤害自己的一种决定。如果我只是照顾别人的感受或是照顾别人的情绪什么的，而委屈我自己，我里面跟外面不一致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低情商。所以高情商我觉得不只是对外，更重要是你自己跟对外是一致的舒服。马上就有一个反馈，因为刚刚我讲到我会选择性的就是为了让别人舒服而去就是不表达某一些，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我并没有因为这个而让我自己不舒服。比方吃饭的时候对吧，有一些人你的习惯会不一样，像我们就是香港广东地区餐桌礼仪有很多的，但是别人他不一定知道，他就做了一些行为，其实你心里你是不舒服的，因为你看着他，你从小接受的教育，你就觉得哎呀这个不太好，对吧？可是就是这个事情不说也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说了我又觉得很难让他很高兴。我觉得第一就是那个人是不是有动机去做这个事，他有没有觉察自己做这个事情。如果他是有知道去做，但是他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只关注我自己喜不喜欢，那肯定他情商不是很高。但如果他是刚刚你所说的是他没有在意过，他不知道这是规矩，那我要怎么去反馈给他？我又觉得是衡量这个事情有多重要，我有多么不舒服。如果这个事情跟我的利益是相关的话，或是跟一些重要事情相关的话，那个价值你剥夺了我的价值，那就变成一个竞争，我就可能需要去表达一下。但是如果这个事情过了，其实没有伤害到什么重点的东西，那
我们去消化，自己去调整，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心理弹性嘛，去接受别人跟你不一样，是吧？那所以这个就不算是什么情商的话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不同的 flexibility， 这个弹性去接受别人跟我们不一样。因为我的先生是美国人，然后他的父母呢也是非常的 foodie， 很喜欢吃中国菜。那理所当然的，每次他们来中国，我的爸爸妈妈就会做一桌的菜招待他们。但是呢，我的爸爸妈妈是非常传统的，上海人。上海人是不太用公筷的，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没有用公筷。那菜来了，我妈妈就很自然的用了自己的筷子夹了一块鸡腿，给了Scott 的父母一个大鸡腿。那他父母，其实我有观察，他们对这件事情是不是能接受？他们是一定在外面吃的时候，我们是用公筷的，或者是用公勺的。那当我妈妈做的时候，她大快朵颐的马上舀起来，然后第二个，她用自己的筷子夹了另外菜给到我妈妈。所以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她不但她理解你做的这件事情背后是因为好客，欢迎。然后中国的习俗就是这样。我看这件事情好像是我妈妈没有尊重国际上的一些餐桌上的礼仪，但是反过来其实是来宾他更加融入了我家当时的一个餐桌文化，所以这件事情给了我挺大的启发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有时候我觉得不同的角度也不太一样。对，可能我们自己在意的，别人根本就没有在意。是，对，或者是我们自己没有在意的，其实伤害到别人，或者是人家会觉得你情商很低，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很主观。但正好我们就是今天其实3个板块嘛，就情商、跟家庭、跟友情，还有就是亲密关系，就是我们所谓的爱情。那我们既然讲到了家庭，我们就先讲家庭。就是我妈妈是一个特别热心，然后她就是很爱孩子的一个人，可是她讲话就特别直接。就是她有时候呢，她就是比方说跟你讨论一个事情，她并不是在讨论事情的本身。我是一个喜欢讲就是为什么如何解决的人，然后她就是那种我觉得的人。那在这种时候，我觉得很多家庭可能都是这样的，就是你会听到很多哎呀小朋友不愿意跟爸妈去沟通，因为一讲他们也听不明白，然后他们也就是会有很多情绪。为了防止这个事情，我就直接不沟通。对吧？我做完再跟他们说的。刚刚 Christy 说到的问题，在我家我觉得是每周都会发生的，因为每周我的父母都来，我又有一个国际性的家庭，所以这样的矛盾是每次都拔得非常高。我们并没有在每次很容易的去把这件事情说开，因为上一代他们的想法是来自于那么多年的积累，以及他们和他们朋友之间的沟通的方式。其实他们有时候希望得到的是尊重，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希望你被听到，就是这个事情被听到，然后又希望自己是一个长辈被尊重，这是中国大部分的家长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需求。所以当我父母这么说的时候，那我们心里就知道，其实他是希望 get attention， 对吗？希望我们 respect them。然后我就重复的说这件事情的客观性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我研究了这些报道，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先试一段时间，如果不好，我到下周再跟你反馈。就这种工作上的任务反馈的方式来告诉他们，其实他们对于这个表达方式，我父母是陌生的。他们不知道，就是好像我从小到大和在我的公司里面，我的单位里面还不是公司，我的单位里面和我的搓麻将的这帮朋友里面没有用过这种方式。他们一开始是闷的，后面就用狠话，就刚刚 Jasmine 说的，来压住你。但是时间长了，他发现这样也没办法沟通。如果你说其实爸爸我还是很尊重你的，你刚刚说的你想要表达的这方面，你一定是担心我会冷啊，你会担心我要工作压力太大会怎么样，我这方面会注意的，我是这样注意的。这样过程当中慢慢的，其实他就说，其实我是因为爱你啊，才会说这样子的话，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但常常也会回去的，就是不期待他们永远都变好。是的，是的，是我很同意，因为我用过类似的方法，我就会跟我妈说，其实我知道你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但是你这种方式会让我感受到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其实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说，太难了。对，但我觉得这个重点是你首先自己得有一个那个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对，然后你能平和的 OK， 我理解，我要告诉他，然后你才可以跟他沟通。我觉得跟父母好像是最难的，因为他们是你的 trigger 的来源。是，就我可以在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同事之间或者朋友之间，我可以很好的处理掉。但是我的父母，比如说我 I always late， 我总是迟到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在我的同事面前，我会就是想办法去赔礼道歉啊，去把它改正啊，下次怎么样？但是我父母说你又迟到了，这2个字真的我就马上就跳起来了，我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就是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然后我妈妈就会说。你在你外婆的葬礼上都迟到了，你还要迟到什么时候？就是这件事情永远都是被他拿出来，在我任何迟到的场合拿出来压我的。然后我每次都会被他打入谷底，就是不管那次 occasion 是什么，多么快乐，我都是心情很 down 的。我觉得父母永远会踩着我的那条就是 struggle 线。就我的 case 跟你的差不多，但是我不是迟到，当然我觉得迟到的人都比较 creative，我也是 one of them 但是我的是早上起床，就是我从小就不是说我故意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基因有关，就我从小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很难起床，就我的起床是我需要有一段时间慢慢的醒，可能那个时间是大概半个小时，然后我妈可能也有她的那个 trigger， 我也 trigger 了她的不好的那一面，就是她一看到我那样，她就特别火，然后她就用所有的办法，她就是早上起来，我每一次回家，我特别慌，就是我觉得都已经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每次她就敲门，一敲门进来。我就是从床上弹起来，就是生理上的，这不是我想的。然后我在家我就是这么紧绷的状态，然后我就说你可以用其他方式就是叫醒我的，然后但是他的几个方式就是啪一下把灯开了，就是你人也是对，突然间就是从梦里惊醒，然后要么就是大喊一声，对你就是平的180度，突然间90度醒来了，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我不可以改变的一个东西，就是其实我们会重复有这个问题，可能是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有被去正视过我们可能不喜欢自己有这样子，但是还是重复会做这个事情嘛。比方说原生家庭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讨论过，因为很多人都会解释我现在有的一些问题啊、缺点啊，或是行为的问题，都是原生家庭给我的什么不安全感啊、焦虑啊什么的。但其实我想说，就不用放大原生家庭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因为人是应该是未来导向的，就是我们可以去通过觉察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但是重点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想着这个问题是之前家庭给我的一些东西，其实没有一个完美的原生家庭，但有一些人就说我原生家庭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但其实我们也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比方说很早就观察别人的脸色，怎么去做人，你什么时候情绪不爽的时候，我就回避一下，我就自己想怎么去应对。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把所有这些事情知道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去接纳它，就是接纳有一些我们不能改变的过去。那第三步就是我们想着我们之后将来想要自己是怎么样，自己应该成为自己的父母，然后找目标去改变这个事情。我们想要自己变成怎么样，我们自己还是要学习的。所以想要去改变父母，基本上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啊。心理学是真的，谁痛苦谁改变嘛，只能改变自己。而且刚刚说的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尝试去表达，我觉得也是一种自我感动，就是我成长了，我现在可以说出来，很清晰的告诉你我的感觉是怎么样。但是他管不管呢？他会不会回应呢？其实不要抱这么大的希望。而且我们知道自己进步了，我现在可以冷静的去处理我自己的情绪，可以表达出来。这是对自己的。我是
以前是经常迟到的，不管是初中、高中、大学还是工作，我连我外婆的葬礼都迟到了。但是认识 Scott 之后，因为他是非常跟他爸爸一样是非常 schedule 的人，跟你一样。不会1分钟都不会迟到的，甚至会早到的。那我们两个成为夫妻怎么办呢？这件事情，所以有非常多的 event 会看到我们两个先后到，就是差了一个盛装的时间。所以在家庭当中，其实可以调试也是非常重要，因为肯定不可以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我理想的方法去让别人跟着我去做嘛。对，其实这个也不是所有的伴侣都可以做到的，有些人就是会把自己的 expectation 放在别人身上啊。我觉得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比方说我希望我家里是很整齐的，然后我很整齐的概念是在于你比方说吃完东西你立马就要收。有些人就是觉得我晚一点收也可以嘛，对吧？我晚明天洗也可以嘛，我这个东西放这里也可以嘛。但是我是不可以的。然后这个事情我就会 expect 你要这样，不然我会很不舒服。但是你先生就没有这样。我先生是比较喜欢干净，我是喜欢整齐，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有它归属的一个位置。在我们家是这样，我甚至画了一个草图给到我的阿姨，告诉她每个东西它归属于哪里。但是我的先生呢，不管他的家有多大，他在美国的家有很大，他自己的那个桌子，他自己的东西永远都是在身边的一个小桌子上堆满的。那在我们家，我处理的方式是我画了个区域，这个地方归我管，这个小区域你随便堆你要的东西。所以那个小区域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包啊、碗啊、水果啊、网球拍啊，都堆在这个小区域，哪怕过了线，我会推进去一点。然后剩下的就是我看起来整洁又舒服的东西。那有时候如果他东西没有放回去呢？如果我提醒一下，他也会知道这个地方是我交给太太管的，太太也是保证这个家里看起来整洁又明亮的最主要的付出的人，所以我要尊重他。那他也会叹口气，然后把东西放好。需要自己看得开，重点是自己也不要去强迫别人去做一些，还有接受别人的不同。对，至少一部分嘛。对啊，不然的话其实冲突很多。情商高刚刚说的就是可以让自己舒服，别人舒服。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100%是我想要的样子的话，那就肯定不舒服。我们影响不到我们的伴侣，或者是父母，或者是我们的同事。小孩呢，就是从小我们教育的。很多家长跟我分享，就是他们会变成就想要小孩做这样子，但是现在就是很多冲突，就是小孩也像我们一样，父母可能想法不一样啊，因为年代不一样嘛，那肯定有一些东西他们不大喜欢。我女儿现在11岁，她其实是一个一直都很主动表达自己想法的小孩子。然后我们也会让她去做一些自己的选择。那我们可能心里要做的建设就是最坏的那个，我们能不能兜得住，或者她自己能不能兜得住。如果作业没写，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他自己喜不喜欢作业没写到学校去的那个感受。我印象当中他从来都没有让我们给他辅导过作业。关于 boundary 这件事情，我们互相之间是立的。比如说他的房间，我们是从来都不随便进，一定是敲门，他知道我们要进去之后我们才进去的。如果他说他最近在唱歌，我跟爸爸就非常开心我也想听啊，我从来没听过你的唱歌，你在哪里录啊？你要发出去啊。然后他说我不希望你们两个听到。但其实我们是尊重他的，如果他不希望我们听到，那我们暂时就现在这段时间不听到，后面我还是可以问你妈妈很想听，能不能给我听一下。那我也会表达你可能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得到尊重，是因为你直接叫我喂，或者你直接推了我一下，让我觉得怎么，我会告诉他我的感受。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也是在设一个 boundary， 告诉他我不开心的这个边界在哪里。那慢慢我觉得就跟朋友和朋友之间一样，我和我女儿的关系是互相设定这个 boundary， 然后他也会主动表达他的需求。他主动表达，我觉得很多父母有可能会说 no， 所以他们会越来越不愿意表达，他怕得到拒绝。我会说
我考虑一下，我跟爸爸商量一下，我明天几点回复你，真的就跟工作一样。然后第二天这一点我就会回复他，我们考虑过这件事情能做，我好像是延迟评论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这一点呢，虽然我当下可能已经同意了，或者我当下真的是拒绝的，我觉得我停一下，想一想，跟爸爸商量一下，这我真的会去商量。然后第二天给他一个我想过的回复，也是对他的这个 idea 的一个全面思考的一个尊重。所以听上去其实也是一个蛮高情商的沟通方法。是的，因为有很多重要的元素在里面，尊重，而且没有把我的思维，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你应该听我，因为我是你爸爸妈妈的一套的思想放在他身上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别人不高情商，就是没有想到我不尊重我，是吧？是。所以我觉得在家庭沟通里面，其实也是我们对自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想要他将来是一个高情商的人，在父母来说怎么去做的，有几点我觉得很重要的。第一就是我们从小要教小朋友识别他的情绪，跟小朋友沟通的时候，可以帮他说出，比较小的小朋友3、4岁，可以帮他说出他的情绪，让他自己知道，然后就鼓励他去表达。妈妈看到你，现在这个事情你很委屈，你很伤心，你很生气，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我们想要，你知道这些情绪，但是想一想这些情绪出现之后，我们想要怎么去回应这些情绪。我觉得很多男生，我的意思是一些就是有某部分的男生，因为男生女生本来他的思维方式就不一样的。像我们看有一些教授，他专门研究男女生他们去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脑袋里的不一样的那个就是神经元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这个也不是贴标签，就是这么一个事实。那对于这种他感知力比较低的人，就是他没有那么多 empathy 的人，你是怎么应对的？我先生就直接拿那本书的结果告诉我 empathy 是我最后一名，所以你以后有什么任何感受要我知道，你就明确表达。不，我猜不了，我也不能猜，所以如果我有任何委屈，我都是一五一十的把它说出来的。我已经养成这习惯了，反正他就是猜不到的。我也不期待他猜得到。那我好奇，就是你讲完之后，他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的？他是非常认真的处理的。就是他会，比方说你去提一个问题，然后他就是情绪上他没有办法共鸣，他也猜不到，但是他就会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你就可以舒服了。他是个 coach 嘛，他第一个问题就是 how you feel 所以我会说 how I feel， 然后他根据你的感受，根据你提到的这件事情，会像一个 coach 手里有个 tool 来跟你分析，所以他更像我的 mentor， 在生活里面。他也听不懂撒娇的，就是我是上海女人，上海女人所有的 whining 在他的眼里都是这什么意思，这是干啥就是他完全不能 get 到那个点的。就是你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嘛，你要买这个鞋对不对或者你想要一个礼物是不是，你就直说嘛。但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是告诉我们女生不能提太多要求，要男生护着你暗哄着你，示一下要他主动给你对不对但在我的就是成长例子当中要明示不主动啥都没有了。对，共情能力比较差。其实很多原因，研究可能说男女之间的一些差异。因为我以前大学教过一科叫 Psychology of Women， 然后学生来念呢，以为是怎么去追女生的一个科目，只有女生的心理。结果他们来发现，原来我教的全部都是psychology 里面去教的男女的不一样。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其实说他是男女出生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大的差异，比如说性格能力上，很多是社会后天我们学习里面去学习到的。比方说一个家庭里面，妈妈跟女儿讲的情绪的词汇会更多，妈妈可能会跟女儿说隔壁阿姨啊，你知道她怎么样，去讲八卦。比方说她讲亲戚的事情，然后形容的事件啊，往往会用很多情绪相关的词汇去形容。所以女儿从小到大都会听到、学到、想象到、观察到这种情景上人有什么感受啊。如果是男生的话，父母跟他讲的情绪比女生多的只有一种，
那种就是大家猜一下是什么？只有一种情绪是比其他情绪多的，比女生多的要坚强。那坚强不是情绪，我先搞什么是情绪？是 anger。要生气。是不是形容 anger 的词汇讲的会比较多，男生。所以其实男生从小到大的训练在环境当中，其实他没有过多接触话是比较少。比方说你这朋友之间，小男生也会讲八卦什么的吧，但其他人听到都会说你是男生，你不要这么八卦，你不要讲这些。所以其实这个跟他们的成长是对是社会的一个角色关联性会比较大，多于他自己本身出来。所以回来所以的老公，我觉得是可以训练的。他后来慢慢学习。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用很多方法。当然说，有一些人真的是先天比较弱的，比方说自闭症的人，他们真的是生理上是缺乏这个了解、同理别人的一个能力、观察的这个能力。那我们就比较难去所谓的训练的话，是改变这个事情。但我觉得大部分男生呢，因为在我的治疗里面也有很多男生，他来的时候本来是比较难表达的，但我有很多工具，比方说画画啊，比方说我问他喜欢什么，他讲着讲着他就可能半年之后或是之后，他这个能力就提升上来了。很多男生是没有注意把这个 message skip 掉了，就是没有看到了。所以我觉得从观察开始，可以让他去观察一下。我们真的非常多的训练，比方说看电影的，去猜一下。就是 Miller 他，然后猜一下他们讲什么，有什么的感受，你就要非常专注，因为你看不到。比方说现在我们没有讲话，但其实有内容的，你就要去感受它。小朋友也是，到他长大之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真的培养一下他们接受自己的一些可以进步的地方，就可以学到高情商。一个小朋友他很不专注，拿着一个杯，然后他看来看去打破了杯，然后如果父母跟他说是你看你这么笨，杯子都拿不好，那其实这个沟通模式他就会慢慢觉得我杯子拿不好，打破了杯是因为我笨，但是笨是一个非常难改变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接受我笨这件事情。对，他是所有我做的不好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我笨的就没有自己改变的一个状态。对，但是如果另外一个妈妈，她同一个状况，她看到打破了杯，然后跟他说我看到你刚刚非常不专注，你看来看去不专注，所以打破了杯。所以这个沟通的模式渐渐下来，小朋友就会觉得因为不专注是可以改变的状态嘛，他就会想如果我专注的话，我就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培养高情商的孩子，我觉得是要分清楚，不要批评他这个人的个性、他的性格、他的天赋，这些都你很厉害啊什么的，就跟不能表扬小朋友漂亮一样，因为漂亮不是他能够改变的，漂亮是你生出来，你父母漂亮，你才漂亮。但是你可以说你今天的 dress up 你很有 detail，然后他就比较听得进去。对，培养情商我觉得是一样，你要他知道他做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动态的东西，可以改变的东西，他做什么是可以更好的。我的女儿房间是 messy 的，这点跟她爸爸很像的。但是我又是一个非常喜欢整齐的人，对不对？我跑到她房间，我的天哪，我就是天旋地转。那我怎么办呢？如果我帮她理好，她明天还是会乱；如果我教她理，她就会对抗，说我为什么要理？后来我就想，我就问她，我说，娜娜，你觉得你的房间，可以打几分呐？然后她说，今天吗？我说，他说今天的话，我觉得可以打6分。他不知道我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我说那你觉得这个4分的空间在哪里啊？我问他你比较喜欢这个房间的分数是几分？他说那10分了，就是那就是10分了。我说那这4分的空间在哪里啊？他就说那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些，那里没有这些，那就可以达标了。我说那10分是不是看起来比较舒服？他说那肯定是了。然后那如果我们平时尝试一下10分，你会觉得怎么样？他说我会弄的，
他知道那个时候他知道我的意思了，但呢，他也给自己今天打了分了。所以下次再试这个分的时候，我就会跟他开玩笑说：“那你觉得今天是几分呢？”他说：“妈妈，我现在觉得8分也挺舒服的。”那其实后来也是我接纳的一个过程。就是如果他是舒适的，他又能在这当中找到他要找的东西，是因为我是喜欢特别整洁，而他又是能接受有一点不整洁，那我们就互相接纳，其实就好。而且这是他的房间，我是要敲门才能进去的，这是他自己独有的空间，我应该尊重他对这个房间的整齐的这个度量的方法。是的，非常同意。但我觉得刚刚 Jasmine 说的那个方法，就是对我来说也挺深刻的。小时候学字的时候，就是背诗，然后就是说那个评语，对吗？对，小学1年级这种，然后你要去背这个，背完之后就是默写，默写之后看你字写的对不对啊，你有没有记住这首诗啊，对吧？然后呢，我每次呢可能就是什么8、90分，然后回来呢就是会错一些很无聊的错误，就是粗心大意，但是呢的确就是粗心大意，你长大了之后就知道嘛。但是小时候我妈给我的评价就是，你每一次都这么粗心大意，然后你长大会不会什么？有的，就是我觉得是有一个我小时候我觉得，哎呀，我就已经承认了自己，我反而接纳了自己，我就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就没有想要改进了。就我妈每次后来说我的时候说，呀，这个就是我，从小就是这样。但你长大了，你发现其实你可以不是这样的，就是所以刚刚共鸣特别深刻，就是比方说，我觉得如果我妈当时，她不是这么说的，她反而给我一些方法，或者是她会去告诉我啊，其实这个可以不这样的，或者是怎样怎样，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更好的方式。但是她的批评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事实。对，我是小朋友，小一我也不知道我如何可以不那么粗心大意，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去批评他的人格或是一些事实，就是反而是可以去给他一些可以改变的一些方法，是很好的。比方说后来我为什么会变成就是有一些强迫症，是因为只要我这样。我就会尽量的避免掉一些流程的缺失啊，或者是忘记一些东西。比方说你 to do list， 你每一次你就立马记上，那你在 to do list 上你每天看你就不会忘啊，对吧？就很多方式你是可以去弥补自己本身的一些缺陷的。但有一个心理学理论是这样的嘛，妈妈跟你说也好，你自己跟自己说也好，我说完了，我觉得自己是了，你就是永远陷入那个漩涡里。就是你就觉得自己是这样了，就我觉得这个是有好有不好，对，所以它成为你自我的一部分嘛，这样才最恐怖。所以我们说原生家庭，如果我们没有觉察到，没有去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就是构成我的一部分。所以刚刚所说，我们是未来导向嘛，就是我想不想继续粗心大意，我不能对每一个事情，可能我在家自己的一些小事我粗心大意，每次忘记杯子摆哪里是没关系的，但是如果在工作跟合作方面我忘记了这个事情那个事情，那我肯定做不了这个生意啊。未来导向就是我们觉察到我们有这个问题，可能知道它是哪里来，但我想不想之后继续有这个事情，如果不想的话，我们自己是应该负责任怎么去改变它，或者 shift，就是你觉察的事情有可能很难做改变，但是人生有限，你可以避免这些事情，做其他你更有优势的事情呗。这个也很同意。所以我觉得心理学最好的东西，比方说我们今天说情商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觉察到平时人际相处啊、工作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很卡，就是有一些时候就没有那么顺利，别人好像不是很喜欢我、嫌弃我或者是什么，我们这时候会想一下，是不是我交流问题没有同理心，或者是没有尊重到对方，所以让我的人际不是那么好啊。然后觉察之后就可以想一下，我想怎么样？如果心理学，我们就会让对方想一下，其实你想的理想的状态是怎么样，不是我想你变成怎么样，因为我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怎么是才是一个好的。好，那你想变成怎么样，我们就帮他去可能定下一步一步的一些目标啊，去让自己变成一个自己喜欢的人。